大家都知道的，每个角色啊都有他们特有的灵魂技，那或许是魔性又让人害怕的啊哈哈，也可能是按一下就能赢的 muscle。那么谁的灵魂技是刻进你们的 DNA 里的呢？弹幕评论告诉我呀。但是你们知道吗？别看现在的街霸6全部角色加起来也有很多丰富多样的灵魂技，但实际上整个街霸历史长河里面还有太多几代玩家都难以忘怀且迟迟没有上线的灵魂招式。今天啊，我就是要凭借我残存的记忆，为大家盘点几个我心中最有分量且还未上线到街霸6里面的灵魂招式。如果有你心中的没有上榜的话，欢迎大家来补充啊。不过我相信不少新人玩家看完我的 Top List， 你一定会狠狠的期待住接下来我提到的这些角色登场街霸6会是什么样的盛世。这次 Top 5我还是稍微根据我印象深刻的程度啊分个先后吧。首先我们的餐前甜点啊，我愿意给到人气一直都还不错，并且还不怎么会缺席的帅帅大男孩科迪上面。我只需要提到一个单词啊，就能触发到一些人的 PTSD， 要么一些人会回想起来被冰狗拳疯狂过波的时候，要么就是被冰狗拳疯狂压制的时候。每一代作用都有所不同，正如我所说的啊，冰狗拳是科迪从4代开始直到5代都非常核心且灵魂的招式。4代带有过波的属性，并且非常的好用，5代还能看对手出空招或者直接摸奖冰狗，还因为是非常特色的压键方式，功能性也十分全面，而且每次出招啊都会喊冰狗冰狗冰狗。在我玩4代的时候尤其害怕这个招式，毋庸置疑，无论是洗脑程度还是系列独特的操作方式，都值得拿来与大家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之后提到的一定会是10多年老玩家也会听到就瞬间高潮的灵魂之技。第4名，我愿意颁给拥有30年历史之久的招式，那就是可以发送上下波的 Tiger Fire。在我之前直播中或是视频里提到过上下波的角色，一些新人朋友啊会把 JP 归类到这个列表里面，但实际上我更倾向于 JP 的小兵可以归类到类似 DJ 后撤步这样的操作类型。沙加特的上波是可以直接下蹲躲避的，而且上波的3个版本和下波的3个版本的波动速度完全不同，这也使得这个波身角色具备了更多样的策略性。这里呢，我十分推荐大家去看看我们传奇麻将手崩将的比赛，或许啊，只有他才是把沙加特的波身发挥到极致的传奇。沙加特能上榜，就是因为目前为止6代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下波角色。不过值得深思的是，6代对这个新人友好且鼓励进攻的一作，这种防守型的波身打法到底会在6代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那上榜的原因我就不用多说了啊，我直接 Iger uppercut。想不到街霸永远经典的角色沙加特的上下波，原来在我的心目中啊只有第4，看来后面的更是重量级了。那现在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来猜一猜我说的是哪一个角色？接下来你会掉这么多的血量，是不是听到这句话马上就能想到桑桑的双手指天了？不过在以前有那么一个角色，同样也有可以让无数玩家瞬间高潮的招式，甚至那种程度比双手指天还要劲爆。我猜应该有小伙伴想到是谁了啊，那就是街霸10天王的巴洛克，也就是俗称的美国拳王。作为一个十分经典的蓄力角色，他还拥有一个压键的招式，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发强力。虽然以前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过波的手段吧，但到了5代，拳王蓄力拳的功能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关键是一开始的蓄力拳伤害是没有上限的，也就是只要你时间足够啊，你也可以真正意义上的一拳结束整个比赛，这就是真正的一拳超人。不过后来啊，伤害就被砍掉了，到最后不管你蓄了多久的时间，你的伤害也只能停留到一个层次了。不过只是伤害被砍了的话，还不足以让其他角色的玩家们放松警惕，尤其是最后一个版本之前的拳王搭配 VS2 的战略打法，防守你好不过人家的冲拳 Plus， 进攻呢你敢放针就是一个转身重拳，短短1秒钟就让你回到解放前。但凡稍微深入玩过前作的玩家，没有人不会对一拳超人感到恐惧。我十分希望一拳超人能够回归到街霸6啊，因为这也是我5代的一个主力角色，好吧。最后一句啊，暴露了我的私心。其实论够不够灵魂，或者说玩家们对这些招式到底有多震撼的话，我认为啊，都不及我接下来要提到的 Real Man， 那就是来自内库神教尤利安的镜子者。完了。我光是提到这个名字啊，我都能想象到你们看我这个视频时候的反应。哇塞，你的喂，这角色的皮镜子亚尔罗是真劲儿吓人呐，观赏性还高的皮爆。是的，论灵魂啊，尤利安的镜子啊是整个系列独一份的。论令人印象深刻的程度，也是前面提到的角色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无论是3代还是5代，每一个尤利安高手总能把这些镜子玩出花来。尤利安的镜子有各种看不懂的正义则，而且在5代几乎每回合都可以稳定释放。你想想，在你的对局里建立了那么好的优势，可当你打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你就会尤为的小心，因为尤利安玩家屏幕下方的红色进度条已经拉满了，随时啊都可以来找你算账。以前的街霸不像现在的6代啊，有蓝防，板边还稳定正向，所以那个时候只要对手镜子一开，留给你的选择就真的不多了。大家可以随手搜索尤利安的关键字，带给你的就是镜子者对整个街霸系列有多么出彩、多么不可替代的多样性。确实，
尤利安的镜子观赏性拉满的同时，还是街霸系列中独一份的招式。而我选择上榜的 Top One 啊，这不仅是观赏性和尤利安的镜子部分伯仲，而且也算得上是街霸系列中一个特别的符号，或者说是一种类型。这个招式有一个统称啊，叫做幻影阵。最早的幻影阵其实雏形早在少年街霸和 CVS 中作为一个游戏系统存在的。玩家在开启的状态下，招式之间可以取消招式，而且不受指令限制，你就可以一直取消同一个招式。到后来街霸3的阴阳兄弟登场之后呢，就成为了他们特有的一个系统。但大家要注意的是，每一个时代的作品和每一个角色的幻影阵效果判定都不相同。比如鹰的幻影阵可以缩短拳脚收招，并且快速打出招式后续的判定；羊的幻影阵则是有3重分身，重复刚才的动作，但频率要比鹰的慢。可是羊的幻影阵普通拳脚的判定也会被他的分身 copy， 甚至罗斯的幻影阵最开始也是出现在少年街霸里面，后来5代回归之后又把这招做成了 VT， 它的效果就只是重复一次动作和技能，但相同的动作再次击中的话就会被强制浮空，这就使得每一个角色的幻影阵作用和玩法完全不一样，更像是一种风格的分支。而且他们的幻影阵其实都并非叫做幻影阵的，我没记错的话，幻影阵主要是指的是鹰的大招，不过我猜应该是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顺口，形容的也十分恰当。渐渐的啊，这一类开启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有影子分身的都可以叫做幻影阵。让人印象深刻的主要还是在街霸3这个节点上面，鹰这个角色主力进攻的方式呢，就是依靠幻影阵的强大收益，而且加上版本答案的特殊 buff， 让无数玩街霸3的玩家们都能感受到一点点幻影阵的震撼。当然啊，说个超纲的内容，我自己对街霸4沙一龙的龙爪脚印象也十分深刻，同样也是许多老玩家的阴影之一吧。那个时候还流行一句话：力挥无脑下中脚，摸中取消连到老。我相信每一位街霸玩家心中的 champion 都不一样，他不一定是公认的灵魂招式，也可以像我一样啊，最忘不掉的还是那个龙爪脚。而你们呢，又是什么呢？那以上差不多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这期视频还有一个相关的许多街霸被淘汰或者说还没有上线的操作方式，空了呢我会把这个姊妹篇给补上。视频制作不易啊，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小小的3连，奖励一下干了好几天视频的我。后面还有很多高创的内容，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哟。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 ，Adios。